罗斯本土爆发战斗，反普京势力在别尔格罗德山寨普京，是何用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刚刚宣布占领巴赫穆特，在东线获得一次大捷的俄罗斯，突然在战线的北线呢，遭遇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尴尬。21日，一支由俄罗斯自由军团还有俄罗斯志愿军，也就是以乌克兰为基地的那些反普京俄罗斯人组成的武装力量，突然进攻了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州，并且呢占领了一些村镇。俄罗斯自由军团的基础呢是去年3月份在战场上倒戈的俄军一个连，随后各种逃离俄罗斯的反普京人员呐，战场上倒戈的俄军士兵啊，还有反战群体呢逐步加入。目前总兵力已经超过了5000人，配备了坦克、装甲车辆，甚至还有直升机。参加过东线的战斗，有过一些战斗经验。目前呢，他们的身份仍然保持着俄罗斯国籍，也就是说，他们坚持是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身份。而那个俄罗斯志愿军规模要小很多了，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俄罗斯民族极端主义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反普京，而不是支持普京的那一部分。俄罗斯反对派力量在战争期间是多次的对俄军发起过小规模的袭扰，但这次他们摆出了一个大张旗鼓的架势，要占领别尔格罗德。然后呢，在进攻过程中，他们用坦克和炮火对俄军的检查站发起了攻击，同时还用无人机进行了现场直播。俄罗斯媒体上还出现了他们用无人机袭击当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有内政部大楼的视频，还有报道称俄罗斯正在紧急撤离当地的战术核武器，以免落入到这个自由军团手里。不过这些消息有待进一步证实。别尔格罗德州的一座大桥呢也被俄罗斯人炸掉了，有人说是自由军团为了阻碍俄军反击炸的，也有人说是俄军为了阻止自由军团追击进攻炸的。反正呢，双方都是俄罗斯国籍，说是俄罗斯人炸的没毛病。此外，当地居民还在网上发布了自由军团士兵在占领的村镇街道上巡逻的视频，证实了自由军团对这些地方的占领。目前，俄方宣布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只是乌克兰的一个破坏小组，但是俄罗斯边防部队缺乏重武器，应付不了这个小组。目前已经抽调了其他部队对被占领地区进行反击。参战的应该是俄军第74机械化旅，这个旅的行动由去年因为作战不利而被撤换的拉平上将指挥。此后呢，当地居民还拍到了俄军的反击画面，显示苏25攻击机开始执行了对地攻击任务，并且还有俄军一架直升机被击落的现场画面。目前双方都宣布了自己的战果。自由军团称，当地有一部分俄军也主动加入他们，为自由军团提供了重装备。装甲部队呢还在继续突击前进，他们还展示了抓到的俄军战俘。俄方则称，经过1天战斗，打死70名武装人员。双方还缴获了对方的装甲车辆。自由军团缴获了一辆 BTR-82A 步兵战车，一辆特72坦克，还有一套电子战系统。俄军呢则缴获了一辆全新的 M1224 防地雷反伏击车。不过自由军团说他们得到这辆 BTR-82A 车况很糟，回去呢还得凑27000美元去修车，貌似这一轮交换自由军团有点亏。现在看来，74里的成绩好像不够理想。自由军团呢还在继续扩大占领范围，除了自由军团，白俄罗斯志愿军等其他一些组织也先后投入战斗，给当地俄军增加了压力。俄罗斯已经要求周围50个居民定居点紧急撤离，并且很有可能要抽调更多的部队投入反击了。其实呢，以自由兵团的兵力规模，在短时间之内利用俄乌边境部分地区俄军兵力不足占个大便宜是可以的，或者呢也是可以通过这种进攻行动吸引一下俄军兵力，围魏救赵嘛，帮东线的乌军减轻压力。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对别尔格罗德进行长期占领，被俄军打出去应该只是时间问题。这个事件最关键的呢不是军事目的，而是自由军团还有俄罗斯志愿军这次行动的政治目的。他们宣布占领别尔格罗德之后，要建立一个别尔格罗德人民共和国，并且组织向所有人开放公投，并且说公投的结果是104%的人同意脱离俄罗斯。这些动作都是在刻意山寨，并且讽刺俄罗斯在乌东几个州进行公投，然后宣布独立，再加入俄罗斯的动作。至于那个104%，明显是想讽刺俄罗斯组织公投赞成票的比例。另外，除了别尔格罗德，自由军团还渗透到了莫斯科，放飞了带有他们标志的氢气球。沃罗涅日等地呢也发生了袭击纵火事件。他们似乎是想通过这一系列战斗证明俄军主力实在是不宽裕，主力都只能集中在东线和南线部分地区，北线几乎成了不设防的真空地带。
俄罗斯情报部门对这些个反对行动呢，也是防范乏力。这样的行动可以打击俄罗斯民众的信心，而且呢，他们还连续的发布视频，要求其他俄罗斯人对抗普京，可见他们仍然是想进行心理打击。那么对于俄罗斯而言，必须在这里取得一个彻底胜利才算有面子。如果对一个破坏小组都无法迅速扑灭，对付这种小规模攻击都赢得不痛快不顺利，那恐怕真的是体现了除了瓦格纳还能打，俄罗斯正规军真的可能是太缺乏战斗能力。